来到真的咔嚓戏，臭男傻妞无极限。我去买蒜头虾，把虾壳剥掉，然后虾子肉挖出来，然后喂它。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啊，偷塞钱，先塞钱给他，对，塞钱给他，让他去付钱。初恋吗？是。那我们一起走了9年。怎么会是这个撞啊？你应该是撞墙的撞。傻女孩太宠男人，却让陈哥错了蛋。他说：“你不知道你男朋友都在外面玩吗那个时候是几岁？？”那时候也是20出头，20出头岁，都是对20出头。啊，20出头我要小心我的女儿啊。陈哥提醒你一下，我发生事的时候已经30几岁了，所以你也要担心30几岁的时候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晚安。晚安，你们好。今天晚上邀请到了4位为爱牺牲奉献的朋友，以及一位心理专家。他们又是如何的宠爱，宠出了得寸进尺的 bad boy。 Bad boy，欢迎他们出场。首先欢迎黄乔欣。欢迎。对啦，反正你就对了。欢迎艾丽莎。欢迎夏雨禾。欢迎壮壮。欢迎智商心理师凯凯熊。太好了，这个组合颜值很高啊，都是小公主。对，结果他们却愿意出去当做家政妇，对不对？被爱真的冲昏了头之后，请问，男人做了什么会让你陷在爱里面？现在里面。大概谁叫你唱的？我也想唱。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家人呢，就是爱屋及乌。他做了什么会让你晕船？爱你的家人，爱我的家人，因为我是巨蟹座的，然后其实我是很顾家的，然后我只要因为我老家在新竹，我只要回去陪家人，其实基本上我就是不出门，然后都是跟家人在一起，也不会跟朋友出去 hang out 之类的。哦，对，然后所以如果我的另外一半，就有一句话讲得很好，就比如说要拿捏住你的另外一半，先拿捏他的家人。对我来说就是这一点。哦，要抓住心，先抓住胃。有另外一句话是，拿捏你的心，先拿捏他的家人。对我来说真的是这样子，因为比如说像我就常常会回去陪家人嘛。那如果我另外一半就是很贴心，他会说，哎，那他陪我一起回去，视如己出的。对，然后回去陪我一起带家人去走走，甚至吃饭啊之类的。而且过年过节，还不是只有说我妈妈、我阿嬷，就是我姐妹她们有一些礼盒或是红包，他是爱屋及乌到，他是连我姑姑他们礼数周到。对，只是在交往而已耶。对，而且还有就是我的姑姑啊、亲戚朋友就有见者有份，看到比如说都有红包或是礼盒，过年过节一定都少不了。你大家都跟谁交往？这样很好啊，交往是不是？我没别的意思了，是曹新成哦。它就是一个心意而已，就是多寡不知道，但是就一个心意嘛。对。然后最重要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就是他可以就是在我在的时候，就我带家人出去走走，然后我阿嬷90几岁了。然后他可以就是陪着我，牵着我阿嬷一起散步，的确很值得晕船呢。会加分耶，会加分。快结婚了，这很值得晕船。对，要结婚，这个谁都晕吧？对啊，所以是你也会晕的举手。会晕啊，我都想嫁给他啊，不是，我都想娶她了。真的要嫁？哪有这么完美的人？真的啦。不过有些时候，他拿捏住你的家人，会捏住你。哪一天他可能在转过来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家人没有人相信你。没错啊，没错。会帮他讲话，没错，讲话。对，全部人都听他讲话，然后就说他那天骂我什么什么，哪有可能？你是不是也做了什么事情让他这样对你？你的观点特别哦。有可能，极有可能。真的，可是他那时候真的太厉害，如果有这样的男人，真的是太厉害。对啊。像我这个就没有很重，因为我是属于照顾身旁自己就照顾很好的人，我把家人、把朋友都照顾得很好。所以呢，我个人就会看重另外一半是不是跟我一样厉害，所以我的个性会比较慕强。如果另外一半没有慕强是什么意思？慕强就是爱慕更强的人，爱慕更强的人。对对对，就是他的能力有没有比我好？如果他的能力就是可能比较平庸一点，或者是他的个性比较含蓄一点，
可能我的气势就会压过他，因为我比较爱玩，比较户外，喜欢拉着朋友啊。今天假期我帮大家安排这3天2夜的行程，然后过年的时候家人要去哪里，那我们去出国吧，那我来安排行程，这样等等的，把大家都照顾好，对，把大家都照顾得好好的这样子，然后就是喜欢玩什么啊，学什么我都冲第一的这样。哦，是个有充满热忱的，而且充满热情的，有目标的，对人事物对待人事物是这样子，然后很喜欢带着大家一起冲。所以那个人如果过于内敛，过于比较稍微木讷一点，可能应该 hold 不住他。很多胆小一点，我就会可能这样跟我一起去啦，然后拉久了，我可能就会觉得哦，你好难拉哦，不好玩。所以他要那种更厉害的，他可以跟着我一起玩，一起往外跑的那一种。我其实跟壮壮的有点差不多，因为我们2个都是狮子座。对，同一天生日，我们2个同月同日生。什么？这么巧？对啊，所以我们2个其实有点像。他们会欣赏比他强，而且有那种君临天下的样子。但我是属于就是因为我平常也是会去照顾人家，就是比如说我看到他弱势或是被孤在那边，我可能就会去关心他，因为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内心应该就是也很想要融入大家，可能是他不好意思，或是他被排挤，你就会想要去保护他，然后就照顾到那些很多细节的东西。那我自己可能就是看细节看比较多，像如果那个男生，他比如说他知道我工作可能今天到很晚，可是他不知道几点，然后他就会先在外面等我下班来接送我，我就会觉得哇，你也太贴心了吧，因为你不知道我几点结束，可是你想要在就是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，然后又说在追求的过程中会做的可是他没有自己的事吗？他有啊，他有，但是你会不会为了太理智了一点啊？是工作到比较晚，几点下班？我今天要追他，等他2个小时，我愿意啊。对，因为我要追他。就是如果工作到比较晚的时间，已经是他一般上班族下班的时间，然后他就会说哦，你这样下班回去有点危险，那我来接你。那你会不会肚子饿？我带你去吃宵夜。他就让你掉到爱里，陷入爱里面了，对不对？还没哦，就这样还没。这些还有关键，这样还不够，还不够。就是如果还下车帮你开门，而且是每一次那种，就是他已经是在车外等你，然后等到你来，然后帮你开门。让你上车，他是不是在饭店门口服务的？要等车又开门的。以前可能有当过，对啊，然后可能像那种趴车。如果你上车，他还会哎呀，撑个伞，小心这样。他是保镖，他可能会关心说，你可能最近胃不舒服，你不能吃什么，然后他就帮你想好，因为有时候我会有那个选择障碍，然后他可能会就是直接帮你分析好，说哦。你现在这个状况，你不能吃什么？那你可以吃什么？那我带你去吃那个。然后比如说你要用餐的时候，他已经帮你把那个筷子、汤匙都已经插好了。然后你要觉得哎，真的很细节，就对。然后不小心可能看到你有汤还是什么要滴下，他就已经把你卫生纸递上，就准备好，已经 stand by 好给你了。我就觉得哇，天哪，这些细节就是很加分哎！这吃2颗晕船药都没办法醒哎。可是人有些时候会被那个自己过去没有拥有的东西给吸引啊。当然没有拥有什么。你小时候过去可能有发生很多事情，你得要很早出来自己赚钱嘛，对，做很多事。对。然后你看那些好多的细节，都是你过去没有拥有的。你看起来，大家可能听起来好像是小公主，但不是，因为你从来没有当过公主。对。所以有人把你当成公主一样宠爱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好重。哦，你讲我想哭了。为什么盲点了？他喜欢晕船了。他解释完之后你就晕船了。你也太容易晕了吧！直接读出我内心的那个。我以一个熟龄男人，是过半百的熟龄男人我来说，我觉得做成这样子的，你反而要小心。因为太完美。对啊。那这样的话，很不真实。如果你不怕以后落差太大，你尽管去。比如说，哎，我们确定关系之后，怎么你就不接了？我们确定关系之后，怎么你就不等了？没错。以前2个小时等，现在半个钟头你翻脸，这个应该要持久而很长的，我就是这样对待。而不有太大的这个前后反差，我觉得反差好可怕哎。对，失落感哎，那失落感很可怕。你会觉得他有别人了，那为什么可能落差这么大？诈骗哎，对啊。所以你刚把他说的太好了。对啊。你刚说的谁，我都想跟他在一起的，哪有这种事情？对不对？好了，最荒谬的来了，各位小心。各位坐稳哦。好想听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黄乔欣，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你晕在海里面？我跟你讲，真的不荒谬，大家都会。他把你规划在他人生里面，
这种很晕吧？把你规划在人生，怎么规划？就 OK 好，可能像我们可能只是交个朋友，他就会开始讲说，我觉得我们以后啊可以一起怎么样啊，我们可以一起买个房子啊，然后我们以后小孩子我们可以怎么样？这种讲到这么你不觉得这属于画大饼的人吗？饼铺，他家开饼铺的。没有，不是最可怕的就是以结婚为前提为交往来这个名词框住你，但实际上他是要玩玩。没有啦，就是我也不是智障啊，我也还是会看对方的状态啊。好，刚才大概讲了会让你们晕船的种种的现象。接下来要让观众朋友再听一下这些更匪夷所思的事情。这些女人们，她们怎么了？溺爱过头，好后悔。哎呦，后悔了。我真的把男人宠坏了。那我的你原因就是做了什么？这个体谅经济却被说小气。哦，对，体谅经济什么意思？体谅经济就是因为我是南部小孩，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在南部认识的，所以我们就一起上来台北念书跟工作，一起北漂打拼。对，没错。那上来台北工作的时候，女生通常比较早出社会，比较容易稳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开始经济稳定之后呢，然后他就过来跟我一起住，之后呢，就住了大约4年吧。然后4年之后就是他有帮你分担房租吗？没有，我就帮他付了房租、水费、电费、瓦斯费、吃饭费都是我付的。没错，这种渣男。你刚不是说你会喜欢那种很比较强的吗？我要照顾小时候你的吗？还不懂，小时候还不懂。我想说，这是他的过渡期。对，我就想说，哦，那既然我有能力，那我这些钱本来，我觉得你真的就是就是这个本来就是我要支出的啊，你只是过来跟我住，那也不就多一双筷子。对，那我也只是冷气多了一点钱，水费又不贵，然后电费贵了一点，夏天贵了一点，那我就付嘛。然后纯粹是因为你赚的比一般人多而已。然后他也很理所当然的接受。他刚开始就会觉得说，哦，谢谢，那他会努力赶快赚钱，然后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工作，开始稳定下来。结果在这个4年当中，就不断的换工作，不断的换，然后就是跟我说，这个老板不赏识他。然后这个工作客户很难搞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工作他觉得未来就是没有好的未来，没有前景，没有前景，就不断的换工作，然后我就不断的帮他加油。可是我们还是有共同的朋友会约我们出去吃饭嘛，但是就是出去吃饭的时候，他比较没有钱可以付出，所以呢，我就有时候要帮他挡下来。说哦，我们又要给他面子，又要给他面子，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啊，偷塞钱给他，先塞钱给他，对，他塞钱给他，让他去付钱，不然就是有时候大家会唱歌啊，去聚餐什么局的时候，我就要拒绝。我就要说，因为其实我是很爱跟大家一起出去玩的，可是我就要变成毛很多的那一个，因为总不能说他不想去嘛，我就要说哦没有啦，我月经来啦，我肚子痛啦，我今天责任自己对，扛起来我明天有工作，不能水肿，我不能去啦。然后就朋友大家就觉得说，哦壮壮你很难约耶，你现在就是那个什么男朋友狗啦，就是有男朋友啦，对啊，就是现在有男朋友之后都不出来啦，这样子。这样可以走4年呢。对，算初恋吗？是。那我们一起走了9年。然后9年他都一直吃你的喝你的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。其实我们都会认为另外一半会慢慢的感激跟成长，我们知道他有过渡期，可是到后面认为一切都是，理所当然，不知感恩的时候，你就会突然反思自己，是我做的不对，还是你没有进步？没错，就是我们在一起之后呢，可是这应该在第2年就要知道，如果第3年，不能拖过第4年，你能弄到撑到9年，那不代表你傻了。没有，不是我跟你讲，我们做任何事情，老实说，我们都没有一定就是我做了你就一定要感激，而是慢慢会发现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从一些小争吵当中，可能 maybe 就真的拖了4年了，他才忽然有一天讲说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根本不需要你照顾，你就觉得哈，突然讲到，通常是有时候突然有一次争吵，讲到一句话的时候，你才会突然惊醒。没错，对。那你的那句话是什么？是有一次他终于找到一个工作，然后那个工作呢，他们那个活动后有一个 after party， 然后他就邀请我去，然后那一天那个 after party 还有主题哦，叫嘻哈之夜。所以大家都会穿得很 hip hop 这样子，什么然后进去到夜店五光十色这样，然后一进去我就看到他的所有同事们就打招呼嗨嗨嗨这样子，然后我就猛一看，为什么大家女生穿的衣服跟戴的帽子，都是我的衣服跟帽子？怎么可能？我说
什么意思？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就说，哎，你也有这顶帽子哦，这顶 New Era 不是新出的吗？你也刚好有买哦。他说没有啊，是有人借我的。然后我过拿了一杯酒之后，有人递给我酒，也是他的同事，穿着一个棒球外套，跟我也有。我说，你怎么也有这个棒球外套？我也有哎。他就说，哦，对啊，今天是那个我男朋友带了一箱衣服来借大家的，这太扯了。因为他说就是大家都没有这个主题的衣服。然后他女朋友因为是做这个产业，有非常多的衣服可以借大家。他都没先跟你说啊，没有跟我讲。不是我人到了现场之后，我才知道的。谁不会生气啊？然后我当下就是这样，哦，是哦，你们穿起来不错哎，活动顺利哦，耶！然后就是当下就是我也想说让这个活动顺利的完成，不要让大家就是有点怪怪的感觉。然后到家了之后呢，我就当面跟他讲说，我这个感觉是不舒服的。然后如果你今天是借了我们的共同朋友。我其实可以接受，你有时候真的很急很忙，借我们的共同朋友，我们都熟，可以吗？你是借我完全不认识的人哎，然后还让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现呢，而且是我自己发现的，那很不舒服，超白目的，明明你也会去，他还这样。然后讲到最后，他可能听到有点忍不下去之后，他说：“所以你现在要找架吵，你不是很开心我找到工作吗？我不知道你现在焦点呢，所以你现在变那么，你现在那么小气吗？你不是说我们的东西大家都是一起用的吗？”你现在就是这么见钱眼开，那些不是都小东西吗？哇！你反映这件事情跟见钱眼开有什么？这就是 wrong answer， 这是错。然后他就说，所以我们一起上来打拼之后，你就跟北部女孩一样，就是这么势利就对了，一点都不大方。哇塞，这太远了吧？我还检讨自己。站南北这就没有什么道理。你刚刚有说，哎，我帮你付了几年的房租啊，让你白吃白住。我瞬间还被他堵的语塞，想说啊，所以是我太小气，所以我不该生气吗？然后，所以我才反过来讲说，所以你跟我讲一下，我会借啊。对啊，他就说是一个礼貌的。他说那就对啦，那我现在跟你说啦。然后我们就开始罗生门了。还在说你说句公道话，真的。说那个男的。其实当你一直给他很多退路的时候，他就不会自己去找出路了。因为他就一直觉得有一个避风港嘛，那当他好像找到一个出路的时候，他就会把自己这么多年以来好像地位低的方式就投到你身上，所以他呈现样子是一种生气嘛。所以你一直想要照顾他，可是时候你可能把他照顾成像小孩的样子，然后他反而没有办法长大。所以他也要负一部分责任。当然，9年呢，共生的关系啊，你纵容他做的一些事情。呀，没错。你终于说句公道话，没错，你再就给我不要被我们念了。哎，一下9年，拜托好不好？那义务教育之类，对，9年哎，是，你这么完美，还找不到一个疼你的人。青春呢，小孩小时候不懂事，你现在有醒过来了，现在醒过来了。你怎么会是这个撞呢？你应该是撞墙的撞。撞啊！谁会这样撞啊？你脑子受伤了你。有，现在醒来了，真的太。女人有几个9年呢？请问？真的哎，19岁交往9年就27岁，再一个9年36岁，你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别闹了吧！还有人是9年，3年没有结果就退了，还有人交那么久干嘛？太笨。我的是宠爱男人的事情，你做的陪伴关心不对等，过于宠爱的得来的结果都是这个。没错，看到了没有？就是这个。怎样？你在跟谁讲话？跟谁讲话？我在跟观众朋友讲，广大的男性，这样是不对的。还好就是后来有清醒。像我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喜欢开车的女生，那时候刚好碰到那个男朋友不喜欢开车，可是他又常常要出差到南部去，然后反正就是我们会变成有点南北的就是远距离恋爱。对，可是呢，就是因为当初就是在热恋期的时候，我就是很属于那种很愿意付出、为爱奔走的那种。那你在忙没关系，反正我是时间比较自由的人，我就常常就随时就开车下去找他。我最久开过7个小时，一个人开车。他在台东山上吗？不是，就是塞车的时候。台湾哪里要开7个小时？没有，塞车的时候，就是塞车的时候，我可能从台北开到高雄，然后就是你为什么当初不去考统联呢？爱到真的咔嚓戏，臭男傻妞无极限。我去买蒜头虾，把虾壳剥掉，然后虾子肉挖出来，然后喂它。我曾经帮男朋友剥大闸蟹一个给他吃，看护吧。
塞车的时候，我可能从台北开到高雄，然后就是你为什么当初不去考统联啊？他那么几个，所以多载几个人，那就可以你知道统联很需要长途的司机啊，一天北高来开个3趟。我跟你说，因为我觉得我太常开车，我的技术真的，我都觉得我可以去考救护车。考救护车啊？你先救你吧你。然后因为他就是我就是很愿意付出的那一种，不管他只要一通电话说哦他现在生病，然后什么之类的，我真的就是杀下去，或是就比如说我有朋友约我吃饭，还是如果可以 delay 的工作，我也会为他排开，然后就是要去陪他去找他的那一种，然后我会把他如果生病了，我是会守在他旁边，然后照顾他，然后看他退烧了没有什么，我可以整夜没睡的那一种。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渐渐的他比较不愿意来做这件事情，可能懒了，还是怎么样，他可能就会常常讲说哦他工作很忙，那不然你来找我啊的这一种，就是我后来会觉得有点难过，而且他的朋友哦，如果是兄弟们。一通电话说，我们好久没有聚了，要不要喝2杯什么之类的？他可以在当天把工作都结束，然后隔天就回台北了的那一种，但不会为你这样做。就是我觉得这是蛮难过一点。他永远都跟我说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工作忙，快2年，大概2年。因为后来最后，我就压倒我最后一根稻草，让我觉得最心灰意冷的事，就是我有一次生病。必须要动一个小手术，但你也是要全身麻醉的那一种，就是需要一定要有家属朋友陪同的那一种。那检查出来其实已经前1个月我就已经告诉他说，我那一天几号我要几点我要开刀，你有办法陪我来做这件事情吗？他说如果工作没有卡到的话，应该可以吧。就那时候的回答一定是这样的。那我本来想说，再怎么样应该。对啊，也会陪我开刀吧？它算是一件大事吧？算是吧？绝对算吧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就后来中间也一直没问，一直到前一天，我说，那明天我们就是我开刀的前一天，那明天几点你要来接我还是什么之类的嘛？因为我那一天也不能开车，手术要有人可以载。他说，我忘了跟你讲，就是我工作不行。所以你能不能请？我忘了跟你讲。对，他说你可不可以请别人陪你？他在南部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他一定认为你北部不可能找不到人帮你的。对，然后可是我觉得这是我压到我最后一根稻草，而且我最后在前一天我到底要找谁？然后我那天超难过，我还打电话给我妈，我还跟她讲，我妈说还是我去台北陪你去开刀。我说其实也不用啦，就也其实是一个小手术。后来我就找我高中同学陪我去，结束了之后呢，他还没有就是关心我的身体状况怎么样。就是讲那种讲个比较不好听的，就是他反而关心说那你手术完了，那你这个月就没办法下来了哈，就不能来找我了，或是就是我们就是不能见了哈，你就不能来喽。然后更 detail 的就是比如说你就不能发生关系这样。哇，你怎么知道我讲什么？你那个脸就是很多时候远距离恋爱会遇到问题，就是都是一方在移动嘛。好心疼哦。为爱下厨，不知感恩。你的下厨是常态吗？还是偶尔？妈呀，我超常态的。我讲。我对你的祈雨词也太江湖了。我帮他下厨，他的先看啊！对不起，我跟你讲，下厨，你的下厨是常态就对了。很常态，因为首先我自己本身我也不大，我没事我就喜欢待在家里，对。但是要是我自己一个人住的话，就是要是我没有另一半的话，我在家我可能就是随随便便的，可能煮个泡面，然后煮个火锅。简单的可能吃个蛋饼，我就可以解决一餐了。但是我有了另一半之后，我会开始可能帮他准备2、3道菜，1个汤的那种。什么样的菜？就可能这样是 OK 好，可能以韩国方面来讲的话，还有分国籍，还可以选料理风格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可能泡菜炒猪肉。然后可能我再煎一个那个煎的蛋卷，然后平常我会自己先腌制好那种小菜，因为韩国人喜欢那种小菜，什么腌洋葱啊，什么有的没的这样子。那如果是法国人，你每一餐都要吃2个小时要是法国人的话，我就会可能他想吃什么，我可能就会开始上网找说，那这个东西我该怎么做？为爱下厨，我懂了。对，不管他是谁，对不对？他是原住民朋友，你就会做一个咸猪肉。会，这样小啤酒，
就真的会这么做，我绝对会。我前一个原住民叫我在家里弄竹筒饭，跳那个就那种跳舞啦，上山给他跳舞。小米酒，马告香肠，对，马告香。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韩国有一个那个传统的饮料。叫做甜米露，对，它就是用米然后发酵，然后把它弄成的饮料。他想喝，我不是去买那种罐装的，因为我觉得罐装的味道有点怪。我去买了麦芽粉，我真的麦芽粉，然后煮了饭，然后给它用电锅蒸。我上网看教程，然后我就自己蒸，然后它还要你知道很复杂很复杂。你做出甜米露做出来啦。然后他很感动，他有很感动吗？他那时候我就说哦很厉害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觉得哦他觉得我很厉害，那我就觉得哎那他开心我也开心，所以就开始他可能想吃什么，我就开始想办法帮他做出来这样子。其实我们客家妹在这个部分真的是做得真的是很优秀，厉害。但我不得不说，就是后面我慢慢就开始发现说，哎，他好像觉得我是很愿意为他做这些事情的人，他开始跟我拿翘喽，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？他那天他也忽然就是讲说，哎。他想要吃大阪烧，那时候已经有一点晚了，我就想说，哎，可能就是你再去外面那个买东西也很麻烦，我就看家里面，哎，面粉我平常就有嘛，高丽菜也有，然后说，哎，其实对我而言，大阪烧主要就是吃那个大阪烧酱的味道，美乃滋，对吧？没错吧？我就开始在那边变脑，就弄了大阪烧，发现家里没有那个五花肉的肉片，但是家里有鸡肉，可以，然后说，哎，你要是大阪烧给他了，然后他就这样，哦，谢谢，然后这样子。他有没有说谢谢？我甚至都忘了。他要这样吃了一口，他说这里面是什么？我说这是鸡肉啊。他说为什么不是那个猪肉？我想说哦，因为没有猪肉。他真的给我吃了那一口之后，他动都没动哦，就这样不吃了。他就这样不吃，而且我真的觉得我平常有时候宠他还有到一个，因为我很爱照顾人，像我们有时候吃鸡翅，对我有时候卤鸡翅啊那种两节翅嘛，这样子的两节翅，他不吃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，他干嘛不吃啊？然后因为我就有时候要看电视，他就会教你怎么把鸡肉去骨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把鸡肉那骨头去掉之后拿给他，他吃了，哇！他给我嫌麻烦不吃去骨鸡翅哦。对，然后重点是他不吃那个尖尖的角角，他只吃中间那一块去骨的肉哦。天啊！我就这样给他吃，他就吃了。那如果虾子呢？你要帮他剥好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去买蒜头虾，就胡椒虾另外一种蒜头虾，买来了之后呢，他就坐在我旁边，然后我就要开始把虾壳剥掉，然后虾子肉挖出来，然后先用一个汤匙，先把那个蒜头虾里面那个蒜头沾一沾，盖在汤匙上面，然后再盖虾子上去，然后喂它。傻女孩太宠男人，却让陈哥剉了蛋。所以你不知道你男朋友都在外面玩吗？那个时候是几岁？那时候也是20出头，20出头岁，都是20出头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是20出头，我要小心我的女儿。真的要小心。陈哥提醒你一下，我发生事情的时候已经30几岁了，所以你也要担心30几岁的时候。喂他，你是照顾小孩的，我觉得他需要一个看护哎，吧？不是，因为你就要吃饭了，然后他又不吃，啊，你又不想让他饿。那你们一起吃过大闸蟹吗？哦，比较少，那太高级了。你目前为止都讲一些费工的事情啊。可以做到什么程度？是不是？我曾经帮男朋友剥大闸蟹一个给他吃，厉害吧？那好难，就是一碗公，就是对啊，就是它的那个壳，你把它当做那个瓮，你把它那些肉啊，全部还有那个脚啊，我那些都把它挤出来，然后还有膏放在最上面。那是怀石料理的人在做的。它的蟹斗是吧？它那个蟹壳是吧？翻过来，把肉都剥到里面，然后这样整个拿给他吃。然后还有那个膏也上面涂在上面，摆盘。哇，你们很猛哎！我也绝对会这样做。最恶劣就是什么？人家对你的好后不知感恩，有时候我们可能吵架理所当然。对，我觉得这是最恶劣的事情，就是你怎么可以你践踏我的好意？践踏你的好意，你说要骂了半天，你还是愿意做啊？对啊。有些时候，有些人是透过付出来证明自己是被爱的。比如说你那个大阪烧，他有没有吃？那他如果愿意吃，他就接住你的爱。
所以他光是吃你就觉得哦被爱了。不是，是因为他说他想吃啊，我也没吃。但如果他不吃，然后又不感恩，你就觉得很痛苦。这的确会。可是你可以尝试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你不帮他煮会怎么样？然后不煮几次，就停止那个付出几次，看这个关系还可不可以持续。哇，真的好残酷哦。那有些时候，当这个关系如果停止付出就无法持续的时候，那你可以看看这个关系里面还剩下什么。漂亮！还剩下，他就说的好。等一下，如果我停止付出之后，你的回应是什么？等一下，哇，海苔熊先生，等一下，你把我想的太不堪了。我除了煮菜之外，我还有个性，我还有身材，我还有很多。哎，你这些都有，但是你没有脑子。就是不是？可是这个是，我是说选你正对，你很好，但是这是你给他的，那他给你什么？漂亮。如果我的女儿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也会很难过。很心疼。但如果你的老婆是这样子的，你会觉得很棒吧？可是我一定会回应她。很棒，你是好男人。好男人，得到一个好粗糙的回应。刚刚瑶瑶讲的煮饭啊，还有那个重装四下塞钱这些，都有其实我也都做过。都是会做的啦。对，那我你们这个这个呢财富自由的人都是这样子。没有，是财富自由。不会，现在这更惨呢，全然的信任，结果都是背叛。全然信任。你对于信任这件事情是做到彻底的，是吧？做到非常彻底，我不相信。绝对是爱人不疑，疑人不爱。我爱你，我一点都不会怀疑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差不多，非常好。因为那时候是傻妹，那个时候是几岁？那时候也是20出头，20出头岁，都是嘛，对都是20出头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哎是呀，20出头，我要小心我的女儿啊。 3年，我女儿还有4年就20岁， 4年真的要小心我想。要提醒你一下，我发生事情的时候已经30几岁了，所以你也要担心30几岁的时候。担心了10几年。你那个是出生就要担心了。你那是因为你的穿着脑子冻坏了。你一出生就要担心下次多穿一点。来，雨珊，你先来。我那时候就是也是刚上来台北，然后那时候其实没有认识很多朋友，所以我也很少出门，可能认识1、2个的话，就可能密集跟他约出门。然后那男生呢，就是跟我说，他希望我可以让他知道说我去哪里，因为他怕就是我交到坏朋友，还是跟他说，哦，台北真的很多，就是很多人会带坏你，我怕你学坏啊，如果带你去干嘛什么的。就是讲北部被形容的好差哦，真的，然后又势利，然后又很容易带坏人家，而且他自己就是台北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就说什么怎样怎样，然后我想哦好，那既然他想要就是知道，那我也没有想太多，我就也跟他报备行程，就连他去去大陆出差，你也知道大陆的那个文化，他们可能都会带客人去酒店嘛。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打过任何一通电话去打扰他，或是查寝还是干嘛，我只跟他说。我知道你们会喝酒，那你要拼事业，我也不会去干扰你。可是你到酒店的时候，饭店，我们台湾叫饭店嘛。到饭店的时候，你给我一个讯息说你平安到就好，因为我知道他酒量非常的烂。前面几次也都跟我讲哦，他到饭店，然后有一次他消失了，哎，来了，2天后出现。2天？对，他说啊 ，baby， 哦，对不起啊，我忙完了，然后我忘记跟你讲了这样子。我说没事没事，其实因为我中间还是问说你还好吗？你怎么了？哎，怎么都没有，就没有回复，还干嘛？他出现说，对不起，我太忙了。我想到，我真的有可能，因为他行程可能都要排很满这样。我想，哦，好了，没事，就是知道你是平安的就好了。这样，结果我就听到他，因为他开扩音，他还要面子，他还要开扩音，让他旁边就是大陆的那些厂商们听到。然后我就听到那个厂商在旁边喊说什么。男人谈生意，女人不要吵啊！吵什么？你这样子会让他就是没办法做生意啊，什么什么。我想说，很莫名其妙，我也没有吵啊，我只是想说，你就给我一个 text 说你就是安全的这样。然后我想好，那面子我也做给你，信任我也给你，自由我也给你嘛。结果呢，有一次他就带我去他朋友的生日，那时候我想哇，还没去过台北夜店哦，我再看一下。哇，原来是这样子哦，然后结果后来就有很多，就那些包厢里面的女生干嘛，就看我很像看动物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一定想说是哪一个傻妹有办法忍他，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，我想为什么大家都这样一直看着我，然后就是稀稀疏疏这样，然后就后来我就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在那边玩的时候就一个人在那边，结果后来就有女生过来讲话，好像哇他们人好好哦，结果后来发现他们其实只是想要来探八卦。他说你不知道你男朋友都在外面玩吗？我说啊。玩，我说就是我知道他都会跟就是朋友出去喝酒啊，他都有跟我讲，但我没有讲很细，然后他可能以为就是我也知道，我也可以接受他这样玩，但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玩是跟我的玩的定义是不一样的。那他都玩成什么样子呢？在大家面前哦。
丑男傻女大乱斗，同温层竟互相伤害。我就打包了，然后到他家按门铃，他都没有应门，等到天亮，后来我就回去了。我后来有原谅他，然后他确实真的、就是，你原谅？你还原谅？可是再怎么忙，不可能睡前一封简讯都没有吧？哇，这你也可以忍？你自己呢？还好了，他还好。对啊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开久一点的车。哎呦，他可以笑别人了，是吧？ 2009年呢？那他都玩成什么样子呢？跟别人拉鸡啊。在大家面前哦，就是我不在的时候，可能是没有像那么大拖30大寿的时候啦，就可能自己那种小10个8个的包厢这样子。对，就呢，一直到后来有一次，我的朋友上来台北找我，然后他那时候睡我那边，我想说，哎，台北人的宵夜都喜欢吃凉面，不是吗？然后那时候我想说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他们这边凉面就是很有名，然后就带我朋友去吃，然后他有带他的一个朋友，我们就3个人坐在那个凉面店里面吃凉面，那时候宵夜时间，然后那时候我传讯息给他，我想说我等下打包一个给他，就打包回去给他吃嘛，然后他都没有回我讯息，我想哦他应该睡了，然后就没有想太多，后来呢我就打包了，然后到他家按门铃。他都没有应门，打电话也都没有接，可是我听到电话在里面响，我想说，告我叫 Tim， 是不是睡死是不是？怎么都没有回应，然后我就等到天亮，后来我就回去了。等到天亮，拿着凉面，然后等到天亮，3、4点等到5、6点都凉了耶。越凉面不怕凉啊，聪明啊，越凉越好吃啊。但汤凉了，我后来心也凉了。因为后来我才知道，就是他其实那一天也去吃宵夜，带一个妹，只是我没有看到，因为那时候他在门口，没有，那时候他在门口，因为他打电话给我，我也没有接到嘛，所以我才想，哎，他是不是还醒着？我打包一份回去给他，结果回拨的时候他就整个消失了 ，disappear 了。所以他也不知道你就在那里面。对，结果他刚好也来吃凉面，看台北人多爱吃凉面。这世界也太小了吧！然后他打包，他看到我在里面之后，他也没有就是说哎，想要进来跟我打个招呼，他只看到说为什么旁边有男的，可是那男的又不是坐我旁边，他就觉得说哦你们就是有说有笑，他就觉得不单纯，然后就不开心，然后后来他也怕就被我抓到说他怎么也带一个女的过去，他就改打包回去，他连那个女的也打包回去吃了。哎呦，太开心了，你们台北人的生活哦。真的，我对他的信任，我们台北人，哎，你不是到后来，就是后来才知道这些事情，哎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就是大家一直在暗示我的事情都是真的。不是他消失2天就已经很夸张了，这到底谁能？可是因为他在大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交往多久？没有3年多，因为其实那件事情我后来有原谅他，然后他确实真的就是。你原谅？你还原谅？可是再怎么忙，不可能睡前一封简讯都没有吧？你是说凉面那一趴还是大陆那一趴？前面2天我没办法接受2天不见。你冷静。好像是你这个傻妹也聪明不到哪儿去。投入了。别人的遭遇都义愤填膺的，哇，这你也可以忍？你自己呢？还好了，他还好。对啊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开久一点的车。还这样开久点的车去等他。哎呦，他可以笑别人了，是吧？哎呀9年啊，9年，9年。他刚还好了，我也很喜欢开车。2009年呢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这个段呢，特别为你们服务的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是要该爱自己，可是不知道怎么爱自己，了解自己比较重要。来，进行的是女王心理测验，好大。题目是想象一下，早上你疲惫的醒来，起床后看到身旁有什么？第一个是一只兔子在角落盯着你，第二个是一只猫在你床尾伸懒腰，第三个是一只狗躺在你旁边，第4个是一只小鸟飞到窗边，然后你是被鸟叫醒，跟你的宠物无关，你就凭直觉啊。都没人选兔子，先说为什么？太猎奇了，有一只兔子在角落盯着我，好怪哦。从8月阿雨莎开始呢？哦，为什么希望是一个窗边的小鸟被叫醒的？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啊。我自己是蛮浅眠的，所以如果会就醒来的话，应该就是有什么声音。我也是，我为什么会想象到是狗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安全感。不知道为什么醒来看到有狗躺在我身边，这是一个比较安全感的事情。哦，有安全感。你喜欢这个？我喜欢这种安全感。就这样躺着，然后就静静看着你。对。你不用盯着。可怕。我会啊，狗都会这样盯着看的。对。要看你醒了没有。它也可能在睡啊。黄兆欣呢？我是觉得，因为我很疲惫，我是疲惫的醒来，我反而觉得是狗可能在旁边舔你。
然后把你给吵醒的，我反而觉得是你喜欢被舔醒是吧？但是我会醒啊，我就觉得一定是狗在旁边可能弄我或干嘛的，所以我醒了。因为我自己就是家里也养猫，然后如果很疲惫的醒来的话，我每天看到猫，我就觉得是一件这是你的日常，很疗愈，疗愈啊，很疗愈的一个事情。因为疲惫，所以我看到伸懒腰的猫，我会觉得很好玩，舒服哦，可爱。我会看到有人帮我伸懒腰，我觉得，对，哦，一种投射，对啊，我就觉得舒服，有趣。哦，很舒服。我觉得 B 跟 D 不好选啦，因为我被鸟吵醒过啊，我也被鸟，好大声哦，在那边它叫了一副很像它叫救命还是干嘛，叫很大声。好，这个是测什么？其实这个是测大家的晕船指数啊，就是你到底是多容易晕船的人。心理测验准到爆，他们的秘密全曝光。应该第2，挺高的吧？找到可以疼爱你们那个主人的话，其实会很幸福的。发现我好喜欢稳定的，对我也是。太夸张了。选择鸟的人有一种特色啊，就是这种人可能就是比较喜欢。我老公需要看到这一段吗？其实这个是测大家的晕船指数啦，就是你到底是多容易晕船的人。然后它测验的逻辑是这样，就是说我们通常都会用自己习惯去爱别人的方式，或想要被爱的方式去爱对方。我们现在看没有的溺爱指数，哇，很高吗？高，最高的是不是？哇！为什么兔子会有90啊？所以幸好今天都没有人选兔子，表示你们都已经就是某种程度上清醒了一些。对，兔子为什么会是9分？你看它是很需要依赖其他人照顾的嘛。对。然后它其实是非常敏感，吃了一点东西可能就会肚子不舒服哈。然后它是盯着你看的，所以如果是选这个的话，你不但是希望对方能够时刻关注你，你也会时刻关注对方。那我们就顺着来好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。看我跟壮壮这个代表多溺爱指数怎么样？我们就成熟了。要不要先听一下解释啊？其实自己自行宣告当选。周仲，其实你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啊，但是你的独立是因为你可能觉得没有人可以靠。所以你想要就是靠自己这样子，那这个独立有些时候是你会希望说他跟你保持某种距离，所以那个距离本身或许是你觉得比较舒服的。就像猫有些时候它喜欢自己，你可能逆过去它也不会觉得特别好嘛。所以真正适合你的关系是有一点距离感的。这讲的蛮好的，喜欢有距离的感情。是。哎，似乎是哎。来狗狗的溺爱指数是应该蛮高的吧？应该是第2名，应该第2。挺高的吧？不会的，刚刚不是最高是90，你们100的10%。你们的类举也太宽了，120跟90，没有。海苔熊，这是不是你一个浮夸的设计？太夸张了，120，普遍人都会选狗，爆表啊！不是，就是因为就是有养过狗狗就知道，蛮多类型的狗狗是你回到家它就嘿就跑到你前面嘛，对不对？或你睡觉它就跑你旁边，就像你们刚刚2个描述一样，你会希望它时刻陪在你身边，然后它2只眼睛就睡觉的时候也盯着你，然后依偎在你身边。对，所以其实你会一直希望对方是跟你一直在一起，然后把你当成一种中心，就腻在一起这种感觉。那腻在一起，我也很独立呀，我可以一个人开7个小时的车。我更独立，我独立到不行。没错，那当你的独立是那个那个目光是看着对方的时候，其实也是一种晕船啊。哦，我超独立，我可以开车7个小时，我很独立。你们这个，我觉得应该会不会吃到大半辈子？你们还没醒，我觉得。真的。但是现在还在讲7个小时的事情。就是有的人比较可能病到一种情况，会不太清楚自己大概发生什么事情。
请他们吃避孕药。狗狗的确是一个，猫是喜欢有距离的，狗狗是最讨厌距离的，对，而且它随时有一种恐慌，主人如果不在要出门那种，不让你出去啊，或者你不带我啊，有没有？分离焦虑还是什么？分离焦虑。但是其实狗狗也有个好处啦，就是说感觉好像这样很黏对方嘛。如果你们找到可以疼爱你们那个主人的话，其实会很幸福的。还是要找到一个比他更黏的人？那有可能对两个就你要黏在一起。找一个黏你的，你就幸福惨了，更黏。你知道吗？但比较小心的是，因为狗狗会戴项圈嘛，你可能要谨慎选择帮你戴项圈的人。哎呦，是哦，对啊，讲得好。说他是在控制，你就是被钳制的那个人。哎，说得好哎。哎，你这个项圈会牵7公里、8公里哦。没有，可是我觉得我是在找那个狗狗。哦，我不是那一只狗。如果有一个真的那么比较主动疼你的那个人，你要爱他就很轻松。对啊，因为你不用晨昏定醒的，他就在你身边。你随便说你不想吃什么，他永远在，你不用怕找不到他。我好肚子痛，走，他送你去哪里？我好饿哦，就是这个人他在你身边，你会觉得很开心。有我发现我好喜欢稳定的，对我也是，我喜欢就是你会爱得很轻松，否则的话你看都要千里迢迢的干嘛呀？可是这样另外一方就会比较辛苦吧？会不会？另外一方会觉得很无聊啦，就是太稳定。两个人对等的时候，没有谁辛不辛苦，很舒服。哦，祝福你们。应该不会有再高了吧？来，接下来是巴鸟跟爱鸟这两个人。中等吧，50，中等的吧，应该中间吧？对，这应该中间50啊。哇，还好。听起来50好像不错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选择鸟的人有一种特色啊，就是这种人可能就是比较喜欢吃苦。你看，只有这个是被炒的，有发现吗？如果都没有被炒，说被炒，有时候鸟被鸟叫吵醒的。你可能过太好日子也不太行，你一定要过一点苦的日子。然后你们两个最特别的地方是，其实比起爱情，你们更渴望自由。所以自由的生活是你们想要的，因为鸟是可以飞来飞去的嘛。是吗？所以现在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，可能以前发生一些事情，你会希望有一个人在你旁边，但现在你想要有自己的生活了。心脏越来越强。我老公需要看到这一段吗？可是因为你们是很小打小在一块的，某种程度的青梅竹马，但是所以你那个可能是很深层的一种想望，一种，所以有时候你出去工作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放松啊。对。但他现在就很自由啊。对啊。他一天到晚跟我们打球，好厉害啊。没有，也是有在认真工作。过度的溺爱，任何一种爱，我觉得过度都不行。不管是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这3个过度几乎没有好下场。尤其当对方毫无察觉的过度依赖你的时候，你就应该重新解释一下彼此是不是真的3观相合。你们是个值得被爱的女人，请加油！希望你们都找到真爱。加油！谢谢海苔熊，谢谢海苔为我们提供的题目来解说，谢谢。女王大人，下次再见 ，See you， 拜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